这谁呀？谁呀？哎呦，这大奔驰只在电视上见过。我去，奔驰 E300，这谁的车？哎呦，这大标这质感，我要是有一辆就好了。四海哥，哎呀，四海哥，您这是在哪儿发财？这大金表好看吗？哎呦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来晚了，来晚了！各位兄弟们，我今天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包了一个大大的红包。哎，谁敢不要啊？就是不给我面子啊！有两个钱烧得很，这是在城里赚大钱了呀！哎呀，哎呦，这不是东子吗？还开那辆破50呢？哎，我工地缺人，你给我拉货去。海哥，你今年都换了辆新奔驰了，欠我们家那2万块钱什么时候能还？欠我们家那2万块钱什么时候能还？哎呀，东子，你说这个干嘛？四海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提这个干嘛呀？妈，他这钱都欠咱们2年了，我要不提，他没打算还。哎，东子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！咱们邻居一场，我这刚回来，2万块钱还催着要呢啊！哎呦，东子，你这手怎么了？还能接得上吗？这2个红包你收着吧啊，全当是兄弟给你的医疗费了。不用了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哎，东子不要，这全部红包我帮他收着啊啊！东子的手呢，是在厂里面上班，然后被机器弄伤的。后来厂长知道了以后呢，也没有给东子赔付，就把他给赶出厂了。所以今年东子早早就回来了。哎，你看他带了个女朋友回来的。哎，东子，你这没工作怎么不给你四海哥打个电话呢？正好我们厂子里缺人，你去那儿干吧，也正好养家糊口，不是？一个残废开个破50，妈的，凭什么带回来的女朋友比我的还漂亮？海哥，你把欠我的2万还给我就行了。东子，你看四海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这一开口就是还钱。四海刚才还说他给你再找一份工作呢，你这弄的，你看四海多不好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你这现在工作没了，我给你安排，也免得你在家啃老了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你就不怕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嫌你穷，跟别人跑了？他跑了，我也不会跑。呦，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把欠我们家的2万块钱还给我们就行了。哎呦喂，穷嘚瑟，就羡慕我们是吧？钱，这一天天的就知道钱。怪不得你到现在还开个破50呢，一点格局都没有啊！我开50和你欠我们家钱有关系吗？哎，东子，少说2句啊！方爷，我这可得说你2句了啊！你说你种了一辈子地，就教出个这么个呆子，果然是妈不咋地，儿子也不咋地。你说什么？我就说了，怎么着了？想要钱是吧？和我玩2把，你自己把钱挣回去。四海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你这不是耍无赖吗？小兰啊，我呢看你也是个城里人，怎么这么点见识都没有啊？哼，他们这一家子啊，全部都是怂包。你他妈说什么？东子，算了，少说2句啊，别生气。哎，小凤啊，你就是太古板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他们玩没什么的。你像他们现在每年也都这样玩的吧？可是，哎，放心了，就是东子输了啊，我们四海也不会把事情做绝的。我还说让四海给东子找一份工厂里看门的工作，这样也不用回家去啃老了嘛。哟，刚才还是工人，现在又成开大门的了，我是不是该对你们家感恩戴德呀？哎，东子啊，怎么跟你四海哥说话呢？你四海哥能给你找活干，你应该感谢他才对呀。妈，你听不出来他在阴阳怪气吗？哎，东子，你这就不能怪我啊！你看看，你现在就是个残废，
工人的活儿怕是干不了吧？就是，长老公也不为长，一个残废你也看得上，哼，还真是饥不择食啊！海哥，都是邻居，说话别这么难听嘛！你能不能滚一边去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哎，东子，给句痛快话，到底玩不玩？哎，我可提醒你了啊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以后再想让我还钱，嘿呦，那就……你们这不是老赖吗？什么老赖呀？刚才给你们红包，你们也不要啊！我耍赖，老子凭本事借的钱，你们当然要凭本事拿回去喽！东子，别他妈不说话呀！玩不玩？给个痛快话，磨磨唧唧的，跟个娘们儿一样。你这种人啊，活该就是社会的底层。四海，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！哎呦，我说话难听吗？啊，难听你他妈别听啊！老子一回来就找老子要钱，他不给老子面子，老子凭什么给他面？你，二狗，好了，算了。他不就是想和我玩2把吗？那我就陪他玩玩。哼，来啊！哎，第一把抓牌，来，你看看。哎，还是老规矩，下牌压注没上限啊。那我先来吧，我先压个500。上来就玩这么大，几百块钱也叫大呀？哎，你玩1块2块的，你那2万块钱什么时候能挣回来？500。哎呦，算了，那我不跟了。我也不跟。不行，我也不跟。不是，你们一个个玩得起吗？哎，我就一个单张 K 最大。哎呦，东子，你还是个对儿呢，这你都不敢跟，没胆量别玩呗。哎，再来！哎，小赌发家致富，大赌家破人亡哦，没毛病啊！哎，就欣赏你这种精神啊！哎呦，切，我也跟了啊，50，那我开了啊，送他一把呗。哎呀，好小心！对儿 K， 继续。哎，这样吧，这么玩呢也没意思，咱们不如直接玩个大的，我出2万。我2万，四海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呢吗？啊，那我不跟了。哼，不玩了，太大了，我要回去吃饭了，你们玩吧。哎，玩不起就算了，几万块钱也算大，瞅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哎，不玩趁早滚！哎呀，杨东，我这可给你机会了啊！只要你赢了这一把，这2万块钱你可就挣回去了啊！看你那怂样，2万块钱就把你吓到了吧？啊，那要这么算的话，我们可就赢喽！哈哈哈哈！媳妇儿，收钱。等等，我说不跟了吗？东子，怎么真敢跟我较量？行啊，哼，老子把我的奔驰车也压上，怎么样？跟不跟？我压上这辆奔驰，怎么样？这奔驰干嘛？海哥，你怎么把车钥匙也压上去了呀？都是邻居，不要玩这么大。四海，你给凤姨一个面子，把车钥匙收回去啊！这筹码下都下了，你说收回去就收回去啊？凤姨呀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呀，只是你的面子
在老子这儿算个屁呀！你混账东西，说什么？东子不懂事儿，你也难道不懂事儿吗？行，爸，既然你都开口了，那咱们今天就放他一马。还不行就算了，不要置气。相信我。哎，赖叔，我让你动了吗？连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是谁先逼我和他赌的？又是谁先下了这奔驰？你还敢犟嘴？我这是给你台阶下，你连赌本都吐不出来，你怎么赌啊？这个就不用您操心了。哼，这把牌想作废也可以，让他给我妈道歉，然后把欠我们家的钱还了。我凭本事借的钱，凭什么还给你啊？啊，还给你妈道歉？你妈她就是个破农村妇女，老子凭什么给她道歉？配吗？你农村妇女怎么了？你们家不是农村的？哼，真以为自己穿了几天西装就是大老板了？好，来，我们继续。哎呀，东子啊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你四海哥都说不玩了，你怎么还要跟啊？骂被骂两句无所谓，你这……哟，还是这老的明事理啊！你可真有教养。妈，你没看他们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？我今天要是不帮你出口气，那以后岂不是谁都能踩上咱们两脚？你真敢跟我玩下去？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妈当年去世占了我们家的地，我妈气的在坟头踢了2脚。好啊，哼，你就一直记恨到现在，你他妈还是人吗？什么你们家的地呀？咱们两家的地本来就分不清楚。你放屁！村长明明都帮咱们分好了，是你不满意，所以才……少他妈废话！这钱已经落了牌桌了，没有后悔的余地了啊！后悔？我今天不光要把你欠我们家的钱拿回来，还要给你点教训。我跟你，你在搞笑吧？你拿这个5、6万的50宏光，跟我30万的梅赛德斯 E300比，是你在做梦还是我在搞笑呢？啊，就你这2个字儿，放到桌子上，老子都听不到2个响儿。我说我只有这些了吗？秀兰，把咱们5金拿出来。我操，这5金都拿出来了。这些够30万了吧？我跟你。这些够30万了吧？我跟你。嫂子，你不先看看东哥的牌？哎呀，秀兰，东子疯了，你怎么也疯了呀？哎呀，快收回去，收回去！我相信东子。哎呀，果然是胸大无脑啊！你行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东子，你确定要这么玩吗？当真一点面子都不给啊？我要是不给呢？哎呀，东子，算了，人家四海是大老板，几万几十万输了就输了，可咱们是种地的，你这又刚刚结了婚，你妈，那种地的咋了？网上倒3代，谁家不是种地的呀？那不能因为我们是种地的，那就能羞辱咱们吧？哎，东子，妈，他占咱们家地就不说了，欠咱们家钱也可以先不说，但我爸出事那天，这逼玩意儿居然在我们家门口放炮，去找他说理，他说那天他生日放个炮走了。爸，我对不起你，爸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爸。呸！哼！嘿嘿！呼呼！哎呀，呼呼！你他妈的！东子，来！
你他妈的！来呀，来呀！今天我生日，老子想怎么开心怎么来！哎，东子是孙子，咱就别装大爷，放两句狠话，谁他妈不会啊？有本事，咱们牌桌上见真章啊！你那天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妈让我忍，我都忍了。但是你今天欺负我可以，不能欺负我妈。开牌。哎，这点小事儿，你至于吗？小事儿。你爸要是死了，我在那天也放炮，行不行？你这不是咒我公公吗？你他妈找死啊！杨东，你今天非跟老子杠到底是吧？我还是那句话，给我妈道歉，把我们家的钱还我，这事儿就算了。道歉？哼，我寿台奔驰不过是洒洒水了，你们这穷酸样儿也敢让我跟你们道歉？你配啊！那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你今天要是没点态度，咱玩到底。行啊，姓杨的，咱们今天看看，我倒好奇呀，你到底有多少子儿啊？敢在这儿跟我叫嚣？媳妇儿，去车上把钱拿过来。老公，你是不是玩上头了呀？别瞎搞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见好就收吧，凡事都得有个度啊。见好就收，老子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书字怎么写。给我，给我！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啊！要是咱们输了，哪儿他妈来那么多万一啊？啊，哪儿他妈来这么多废话？你只要是被人给传出去，别人说我啊，前四还不敢赌，我他妈连往哪儿放？我拿过来！你给老子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哎呦呀，彪哥，哎，你瞧瞧，嫂子，你快劝劝东子，让他别赌。你还不了解他吗？身上一股执拗劲儿，平时没什么事儿，一旦触碰到他底线，就不死不休。我就怕让他这么赌下去，就没办法收手了。放心，我相信他，他有数的。东子，我他妈今天非治治你不可！四海，东子他不懂事，你滚犊子！哎呀，东子，收手吧，别赌了。这里有50万，你不是爱玩吗？老子今天陪你玩个够！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疯了你！这是厂子里应该给工人发工资的。你这是，快走！知道了吧？爸，安琪，没事儿，小钱而已，输得起。什么小钱呀？这50万能在咱们村买一个宅基地呀！你这混账东西！爸，你放心，我要是这局赢了，我给你买一个宅基地都可以。老公，你说的啊？我说的，坐啊！别说了，东子，我能玩得起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玩得起喽。这里的钱足足有50万，有本事你就接着跟呢。怪不得四海一开始说上不封顶，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啥意思？他一开始故意加价还不开，就是把价往上抬。如果东子跟不了，他直接赢了呀，连牌都不用开。那东子岂不是输定了？50万呢，东哥上哪儿去凑啊？东子，你不会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？不过你现在要认输也行啊。我呢，会给你留一点你打工的路费，对吧？啊！这个人明目张胆用钱压我，虽然这样胜之不武，但是却没有违反中途退出、赌注全输的规矩。哼，没一点本事还跟老子犟，
真是茅房里点灯笼，找死！哎，装死呢？瞪什么瞪啊？哼！哎呦，我就知道他跟不起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咱们这把赢定了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是作弊的。不说话，那就是表示不跟喽。哼，东子，那你就别怪我了啊！要怪，只能怪你自己爱逞强啊！想为妈出一口气就这么难吗？难道真的要我脱了？姓杨的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闭眼干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怕了，想认输了，是不是啊？行，老子今天放你一马。媳妇儿，收钱。等等，谁说我们不跟了？我们还有一套房。秀兰，这是我们的婚房，这怎么能？东子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我也想让你为咱妈争口气。秀兰，谢谢你。这是我们的婚房，80万，我跟你。哎呀，东子啊，这是你拼了命买的婚房啊！就为了这把盘，你要把整个家都败光吗？妈，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儿了，他们就是要踩着咱们全家的脸。我现在要是退缩，咱们之前的钱全都拿不回来了，里面还有秀兰的5金呢。哎呀，糊涂啊！你把房卖了，你们小两口住呢，难不成要睡大街吗？妈，东子他不是胡闹的人，况且他现在说不跟了，他们也不会答应。你们，哎呀，妈，哎呀，作孽呀，真是作孽呀！哎呦，你们可真豁得出去呀，婚房都拿来了。为什么不干？婚房100万，比你还多押50万。到你说话了，跟不跟？这混蛋竟然反将我一军！混蛋，你疯了吗？啊，你几斤几两呀？给你海哥这么横，看把你妈气的！老实点算了。哎，看在这么多年邻居的份上，你跟你海哥道个歉，这事儿呢，就这么算了。赖叔，刚才你儿子羞辱我们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站出来？现在装什么好人？嘿，你怎么跟咱们说话呢？子不教父之过，他对我妈都不好好说话，我凭什么尊重你？你油盐不进呀你！四海，我们把钱收拾一下，不玩了。哎，叔，我让你动了吗？你反了天了你！你儿子刚才羞辱我们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出手啊？你儿子刚才耀武扬威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吱声？你儿子刚才逼我们赌博的时候，你不出手？现在，给我滚开！你竟然敢跟我这么说话你！那咋办？我没出息，是不假。我妈是农民也不假，我们一再忍让，你们今天非要这么咄咄逼人是吗？好，我今天非要打你们的脸。来，开牌吗？回答我。来，开牌吗？回答我。你自不敢你！爸，别跟他说了，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，逮谁咬谁。我之前亲眼看到2张 A 和1张 K 都出 ，A 和 K 的概率都太小了，他不可能比我大。愣什么了？说话！谁给你这么大勇气，敢跟老子这么说话啊？哼！老子本来想着咱们是邻居一场啊，我给你留条活路。行啊，现在是你他妈自己找死。邻居？你逼我赌博的时候，拿我当邻居了吗？你上来就30、50万的下，拿我们当邻居了吗？你连奔驰都压了，谁家邻居这么多钱？哼，这家伙连牌都没有看，就敢跟我赌这么大，想吓唬我？真当我是3岁孩子呀？我也给你上手段。东子，你有什么底气敢和我赌？对了，你知道
我为什么敢把奔驰都押上吗？你押什么东西我不管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开还是不开？等等，你好好看看老子是什么牌，你敢和老子叫板？这2个 Q， 难道不是豹子吗？怪不得他这么有恃无恐。东哥危险了，这概率也太小了吧？你也不动动你的脑子想一想，什么牌呀就敢这么出？哎，你猜一猜，我最后一张是不是皮蛋呢？我不信你是豹子，别虚张声势了。就问你一句话，跟不跟？哎呀，别跟了！你没发现他不怕你吗？怕？我现在不跟，这奔驰这50万怎么办？我白白送给他。不是，那万一他比咱大呢？他不可能，他比我大，他拿什么比我大？这副牌里最大的牌都在桌上，这家伙绝对是在诈我。爸，你不懂就别掺和了。这赌博，一是胆，二是诈，况且我这牌根本就不可能输。媳妇儿啊！啊，干嘛？什么干嘛？下注啊！把金子拿出来。不行，咱们家金子可比他们家5金贵多了。哎呀，让你拿你就拿，哪有那么多废话嘛！我不行。哎呦，看，啊，哼，哇，这都是小金猪啊！我们跟定了，不就是100万吗？各位乡亲都看好了，今天谁要是敢反悔，哼，天打雷劈。所以你们决定开牌了？开盘想得美！我告诉你啊，杨东，今天不管你跟多少，我们都奉陪到底。嫂子，你这些首饰加起来恐怕没有100万吧？加上这个呢，够不够啊？你赌钱赌糊涂了，钻戒值几个钱？哎，那加上这个，总够了吧？啊，市中心180平的房子，当时售价170多万，现在少说也有200万了吧？我跟你，哎，你让他开牌，你怎么还不断的往上加码呢？你爸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就是要让他一点一点绝望，老子压多少就得跟多少。我他妈今天让他心服口服。哎，这170万呢？你要是跟不起，那这些所有的东西可都是我们的了。东子，还跟得起吗？你要是跟不起，这些可都是我们的喽。加码压人，你就只会这一招吗？切，游戏不就是这么玩的吗？而且我还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故意欺负你，我就是要故意加码压你，没钱就滚下桌。什么实力啊？还敢跟老子比？你什么你？跟不起就把房子和车子留下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会给你留下去打工的路费。不过恐怕你这刚结婚就得离婚了吧？现在他是什么牌已经不重要了，跟不上注你就得死，我赢定了。这170万，我确实已经拿不出钱来跟了。难道要前功尽弃了吗？难道我这次真的要输了？妈，都怪我。谁说我们输了？东子，咱不怕他，不就是170万吗？我帮你凑。你凑？哼，把你卖了，估计都值不了170万吧。小兰，秀兰，
都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要是放弃了，还有谁会站在你这边？这是当年我爸妈送给我的房子当嫁妆，虽然不是市区房，但评估价值也够100万。秀兰，这绝对不行！这婚房还有5金是我买的，就算输光了也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这你个人财产绝对不行。什么你的我的？从结婚那天起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选的路，我陪你走到底。哎呦，真是感人呐！啊，秀兰，你就这个残废，你要为他付出这么多，凭什么呀？你们根本就不懂他。只有我知道他在背后默默付出了什么。这是他选择的路，我会陪他一直走下去。哼，我本来以为光是杨东疯了，没想到他这个臭婆娘也疯了，真是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呀！哼，不过，就算你们的房子值100万，但是还差70万呢！啊，你怎么补啊？还有70万。我们村就要拆迁了，这是我和我妈2个人的拆迁补偿，够吧？你把老子当傻子呢？这里边就他妈40万，还有30万啊，穷鬼！好，你等着。老公，不是我笑话你这穷邻居，凑个钱都这么费劲，哼，真是丢人现眼啊！杨东，你不会是要找人借钱吧？啊，我最爱看你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德行了啊！别到时候钱没借到，老婆还跟人跑了。谁说我凑不到？拿，已经到了。网贷，东子，东哥，你可真够牛逼的啊！你想清楚了啊！你要借网贷跟我赌，你这要是输了，你们全家人都得完蛋。哎呀，东子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网贷这玩意儿是你能碰的吗？这些钱没了还能赚回来，可你要碰了网贷，你可就毁了呀！快退了！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哎呀，你是要气死我呀！四海，孙凤仪求你了，你别跟东子较劲了，行吗？你现在知道求我了？刚才他让我下不来台的时候，你他妈干嘛去了？东子，既然你现在全部身家都在这儿了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底牌吧！妈的，开牌！妈的，快开呀！杨东，你小子想耍什么花样？我现在又改主意了。改主意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耍赖是吧？我觉得，既然咱们这份牌已经走到这份上，这么结束实在是太可惜。哪他妈来的那么多废话？你是想拖延时间吧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他妈迟了！我说我开牌了吗？你小子耍什么花样？我可警告你啊！你要是敢耍老子，老子卸掉你整只胳膊！我决定170万，不开，继续跟你。没见好就收吧，还不开？不开！哼，杨东，你好不容易东拼西凑，终于凑够了这么多钱，你现在不开，你把你家底儿都压上了啊！你拿什么跟我继续压呀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个赌徒，你知道这些加起来多少钱吗？我知道。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杨东，我真想不明白了，
你哪来的胆子敢接着跟？因为我说话算话，我说过今天要跟你玩，我就跟你赌到底。你要是跟不起，就认输吧。我会看在我们邻居一场的份上，跟你凑够回去打工的车票。疯子，真他妈的是个疯子！疯子，真他妈的是个疯子！还不是你逼的？如果你没有咄咄逼人，我们会走到这一步吗？你要是受不了，也可以选择再押上不低于170万的筹码，开我的牌。啊，你小子是他妈想学我加码押人是吧？是又怎样？你不是有钱吗？怎么，现在知道了，怕了？杨东，你少在这儿激我！你的家底儿都押上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本跟我赌啊？我要是这钱真拿得出来，你他妈怎么办？你个穷鬼！我们是穷，但我们心干净。你钱大老板每年回来耀武扬威，不就是为了显摆你自己的成功吗？不就是想听我们奉承你两句吗？是又怎样？富贵不装逼，如今一夜醒。你瞅瞅你那丑样，哪一点老子看得上啊？哦，还有你们，要不是我爸在这个村子里边，我他妈会跟你们这些穷鬼玩吗？吹！哎呀，我长兜心，喝点马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大爷对不起啊，我这兔崽子呢，在外面横行霸道惯了，给大家道歉。别往心里去啊，别往心里去。爸，别管了。杨东，到底开不开？我说了不开，就是不开。我说了不开，就是不开。行啊，杨东，这他妈是你逼我的，老子今天豁出去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们厂子的地契合约，买的时候价值100万，现在少说也有170万了，老子压！这可是咱厂子的地契啊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他疯，你也跟着他疯啊？你也疯了？这王八蛋明摆了是想耍花招，多压你一手，不能再压了。你们懂什么？老子现在没有退路了。我如果现在认怂了，那我他妈的全都输完了。这么多钱，老子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挣回来？爸，你儿子要是没钱了，他们还能认你们吗？啊，你以后出了意外，他们会听你们的吗？我管不了你了。老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他的牌比你的牌大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的牌绝对不可能比老子大。你就是在吓唬老子，对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就是在吓唬老子。老公，你清醒一点啊！他们家已经都那么穷了，他还敢跟你那么拼命，他肯定是摆明了想要吓唬你啊！杨东，老子真不怕你。不怕，你就下注。老公，闪开！你个臭娘们儿，别来坏老子好事儿！老子在外边几十万的赌，你什么时候见我输过？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我说真的，我们别玩了。住手！落子无悔，牌桌无父子，四海已经下了注，就还不回去了。怎么？你想以后他在村里抬不起头吗？妈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别逼老子扇你，这他妈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陈四海，你竟然这么对我，你还想不想跟我过了？什么话？等这局赌完了再说。陈四海，你混蛋！儿媳呀，算了，事已至此，就由着他去吧。东子，老子今天就陪你疯狂一把。那就开吧。慢点儿！哼，你给我清醒点，你又搞什么幺蛾子？你再继续讲下去，那小子分明想要再骗你一局啊！爸，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。我太懂这小子在打什么算盘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明明看透了他的把戏，你为什么还不开牌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懂个屁！老子他妈到哪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老子跟这一个穷鬼赌，他妈的还让老子先开牌，
这一会儿传出去，老子脸往哪儿搁？你还有完没完？老子就是没完！再赌下去，你是不是连祖坟都要压下去了？妈的，祖坟！就你天天把祖坟挂在嘴边儿！哎呦，造孽呀！真的是没完了吗？没错，老子就是要跟他没完了。杨东，你知道为什么在咱们这一辈中，只有老子最牛逼吗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混得最牛逼，但我知道你的骨头肯定跟其他人不一样。哈哈，哪儿不一样？因为你是贱骨头。因为你是贱骨头。你他妈的，你才是贱骨头！那是因为老子有胆，也有种，和你们这帮没出息的可他妈不一样。你啊！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还嫌不够招人厌啊？无所谓，反正老子也没正眼瞧过他们。到时候他们还是会因为老子有钱，就舔着脸贴上来。钱四海，你他妈真以为你很了不起啊？他妈第一天知道老子。杨东，你就是个被激将的愣头青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老子面前狂啊？你管我装不装？你要是怕了，就麻溜的认输。你少他妈耍横！老子在外边挣钱的时候，你他妈还在玩泥巴呢，他妈吓唬老子！谁吓唬谁，心里清楚。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。我劝你一句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留条后路？我他妈用得着你教我吗？老子在170万的基础上，再加100万，不开。再加100万，你哪来的钱？钱？你给老子等着！你以为只有你能借网贷吗？老子就算借网贷，也比你他妈多10倍！有没有搞错？还要加注？300万，这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啊！我还是太小看他了。我本以为把他逼到掏出所有身家的份上，他怎么也该和我开牌。没想到他竟然比我还疯狂。他是对的，再加100万，我根本走不出来，恐怕必死无疑。不能这样下去。孩子，你确定要这样吗？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是觉得已经出了2张 A， 而你有可能是豹子 Q， 我怎么也不可能是豹子 K， 对吗？哼，不妨你看看这个。老 K， 怪不得东子这么有底气。四海，你现在认输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去你妈的！你吓唬谁呢？你就是一张单 K 罢了，你以为你能吓唬得住我？你就是一张单 K 罢了，你以为你能吓唬得住我？没吓唬住你，你手怎么在抖啊？少他妈废话！你给老子等着！你他妈干嘛？你他妈别动！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混账！你魔怔了是不是？这就是个无底洞，你把大家都害死吧！对啊，老公，你怎么能跟这个疯子一样？他绝对不可能是豹子 K， 只要你的牌比他的大，咱们就能赢啊！老公，你醒醒吧！老子当然知道他不可能是豹子 K， 但如今都到这一步了，老子已经没有退的余地了。现在退了，老子脸往哪儿搁？拿过来！你要是把咱们家都毁了，我跟你没完！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就算他牌面高于我，他的人生永远不可能高于我的。哪怕他是豹子 K， 那又如何呢？我就赌他拿不出270万，他只能弃权等死。东子，相信我，我吃定他了。我的场子再加上我刚投资的100万，总共270万，钱到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还跟不跟？你还跟不跟？你这个逆子啊！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人家是大老板，
我们就是农民，我让你不要跟人家赌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？妈，你就容我再任性一次吧。你，妈，怎么？现在没钱了，知道装死了？哎呦，你一会儿不会是要说，哎呦，有人病了，我要送去医院吧，然后就走了，这句就算了？你能不能闭嘴？我妈心脏病犯了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你气他的呀。四海，凤仪她是真的犯病了，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？我就这么说话怎么着了啊？要怪就怪他们一家子犯贱，非要和老子玩。还有你没用的东西，这儿他妈轮得到你指手画脚吗？你住口！我说错了吗？啊？你现在想在这儿蒙混过关是吧？300万，拿出来呀！海哥，你是成功人士，干嘛非要和东哥计较？这样，这事呢就算了吧。你先让东哥把凤仪送去医院。算什么算？就你脸大，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东子，我今天告诉你，你妈就算是死这儿了，这个赌局你他妈也得赌完。这个赌局你他妈得赌完！你他妈闭嘴！你他妈那二狗竟然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！四海，你醒醒吧！我们为什么愿意巴结你？和你有钱没有关系，你明不明白？和有没有钱没关系，你们不图老子的钱，那你们凭什么热脸贴冷屁股啊？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村子的，我们从小玩到大，有一层情分在。况且你和东哥从小一起长大，从小关系那么好，今天走到这一步，难道你觉得你没有问题吗？老子有个屁问题！你们他妈是一群乡巴佬，也配教我做事儿？老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。杨东，给句痛快话，妈的，赌不赌？杨东，你他妈说句话呀！四海呀，咱们这么多年的邻居，真的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吗？老不死的东西，你他妈早干嘛去了？今天不是我死，就是他亡。妈，四海，凤仪求你了，凤仪给你跪下。妈，不能跪啊！这是干啥呀？怎么都到这一步了？海哥，你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四海，你表个态啊！你不能让凤仪真给你跪下吧？表什么态？装模作样谁不会啊？啊！你要是敢真跪，老子就敢真受！你个混蛋，你就不怕雷劈了你吗？你个混蛋，你就不怕雷劈了你吗？天打雷劈，那是谁先在这装可怜博同情呢？混成这样，活该！要点脸吧，行不行？秦四海，你他妈说这话就太丧良心了吧！当年你爸生病的时候，家里没钱，凤仪连夜将家里仅存的2000块钱都塞给你了，你现在就这么欺负他？就是，我们都是一个村长大的，你他妈一点情分不念吗？情分？老子赢了这一局，几百万的入账，情能当饭吃？情能买奔驰吗？啊！你们几个少他妈在这装好人啊！老子穷的时候谁帮过我？哎呀，赖叔，你倒是管管他呀！他这么做，你就怕将来祖坟被人给刨了？小时候你家盖房，东子给你们家搬了3天的砖，你们现在这么欺负他，良心上过得去吗？我也想管，可是这一赌博，四海他这小子就上头，就发疯了。你看他又喝了点酒，他不听我的呀！各位老少爷们儿，四海他就是酒后胡言，大家别往心里去，别往心里去啊！赖大哥，算我求你了，咱这牌局能不能就算了？东子他借了网贷，我怕咱们2家人都要毁在这上面呀！哎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凭什么算呀？我们压了场子和力气，还压了我的钻戒和金项链，现在说算就算啊？那我们亏的钱谁补啊？杨东，你是不是没钱给人了？想耍赖啊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赌桌上面无父子，
赌局一开，覆水难收。要是破坏了规矩，以后谁还讲规矩啊？你们可别帮着杨东说话啊！是他自己没钱跟了，想耍赖啊？没错，赌桌上边愿赌服输。今天别说是凤仪贪了，就是天都塌了，都他妈没用。赖叔，你再劝劝他，都他妈都这样了，非要逼出人命才甘心呢。你们看看，这两个孩子全身的反骨，我管不了了。妈就不该让你赌啊！都怪我，你怎么就这么没有记性呢？要不是当初你爸……妈，当初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愣头青了。我这么做，自然有我的道理，你相信我一次，行吗？妈，东子要真是胡闹的人，我第一个拦着他。你放心，我们心里都有数，不会把家败光的。放心，你他妈笑死老子了！哎，杨东，不如你给老子磕3个响头，等老子赢了之后，这个院子归你。这个院子少说也能值个40万吧？啊，够你活一阵子了。你做梦！哎呦，40万都不要了。行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把欠你的2万块钱都还了，行吧？妈，对不起啊。你怎么确定我一定会输？哼，这还用说吗？你全部身家都押上去，你他妈拿什么赌啊？难不成凭你这个穷酸脸啊？哎，连老子的鞋拔子都不如。老公，你别跟他废话，他就是装蒜，肯定是我们赢。哼！住手！牌局还没结束，这钱你动不动？动不得。杨东，你都没钱跟了，你还拿什么跟我们赌啊？肯定是我们赢喽。谁说我没钱了？我呸！你他妈闹呢！你现在都贷了网贷，房子和车子还有拆迁款全都押上了，哪还有钱呀？你除了认输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拿钱开你们。拿钱开我们？你搞笑呢？你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，难不成这270万你拿去卖屁股呀？啊！他就算去卖呀，也只能挣个零头。我是没有270万，但不代表别人没有。诸位邻居们，有谁愿意出来帮我杨东一把，帮我一起下注开他的牌？哎，你自己都快死了，你现在还想把别人拉下水？乡亲们，听我的，别相信这个骗子。是啊，你们可别借给他钱，那借了就是打水漂，血本无归的。我知道，大家都有家有室，不会平白无故借我钱，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押上了我全部身家，如果真的输了，肯定还不上你们。嘿呦，你还知道呢？我以为你把他们跟你一样当傻子呢。我之所以敢这么说，是因为我有底气。底气？你他妈哪儿来的底气？就凭你第一张是一张单张 K 吗？不光第一张是老 K。嗯？因为我第二张牌也是老 K。什么？2张 K？ 这怎么可能啊？一副牌本来就有4张老 K 啊，现在只下了1张，剩下3张都在牌堆里，我怎么不可能拿到2张呢？行，就算你有2张 K， 但是你这最后1张还没凑齐呢。你要是凑不齐，你就不一定赢。老子这2张 Q 未必能输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从你逼我赌第一把开始，我既然敢押上一切，押上所有，我自然有必胜的把握。怪不得东哥这么淡定，原来他是想凑 K 爆啊！多半是吧。钱四海这2张 Q， 怎么都被东子的2张 K 压上一头。父老乡亲们，等着赔钱吧。牌没开完，但是大家已经看明白了，东哥不是在硬撑，他有底气，跟钱四海硬扛到底。东哥靠的全是实力，不是瞎长。哎，你不能亮牌啊！你这是耍赖，赌桌上没这规矩，
你这是会被判输的。你不懂规矩就闭嘴。炸金花本来就有亮牌施压的玩法，只要不碰对方的底牌，就不算违规。就是，明明是他先亮2张 Q 吓唬人的，要是耍赖，那也是他先破坏规矩的，怎么不直接判他输？老公，快想想办法呀！你慌什么？2张 K 而已。我告诉你，玩炸金花玩的就是一个字儿炸。玩炸金花玩的就是一个字儿炸。你少在这儿给我故弄玄虚，我已经看穿你的把戏，你就是在故意骗人吓唬我罢了。你以为我钱4海会被你这种把戏给吓到吗？虚张声势。我们2个都剩最后1张底牌没亮，但是我明面上2张老 K 就是比你明面上2张皮蛋大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怎么能叫骗呢？就是赌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不过就是赌最后1张底牌。现在明面上的胜率，我家东子就是比你大。你们这是抱团欺负人！我从头跟你赌到尾，一路看着你羞辱我妈，逼我接网贷，一路加码。你以为你的底牌最大可能是 BOSS Q？ 我看未必吧。就算你是 BOSS， 我既然从头跟你跟到尾，就有必胜的把握。来，给句痛快话，到底开不开？来，给句痛快话，到底开不开？哎，你们可别听他的，他要是 BOSS K 的话，早都开盘了，哪还会跟到现在啊？他就是想看我们能不能拿出270万来，你们可别上当啊！这该死的杨东真的把我逼上了绝路，再拿一次270万，我怎么可能拿出来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对了，差点忘了告诉你们，我老婆安琪的家境可不比我的差270万。哎，咬咬牙还是能拿的。对，是我们家是能拿出270万来，你们可想好了啊！要是帮了杨东，到时候他输了可就全打水漂了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们没提醒你们。难道真的没有人愿意帮我一下吗？我真不甘心呐！你们想要把东哥逼死，我绝不会答应。东哥，我愿意借钱给你。二狗，从小到大，东哥帮过我多少次？今天这局，就算东哥输了，老子也愿意陪他疯狂一把。二狗，你他妈抽什么风呢？就你那点家底，拿出来连个响都听不到。哎，二狗，你脑残吧？我之前可是给你介绍过城里的工作了，你都忘了？我们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是你自己把路走窄了。我们不恨你有钱，也不恨你过得好，就恨你不顾兄弟情分，把我们自己兄弟往死路上逼。我怎么？我们这些年麻烦过你一件事吗？倒是你麻烦我们还挺多的吧？你在市区买房，是东哥连续3天用你口中的破车拉家具。赖叔生病住院，你在外地出差回不来，是我们几个你瞧不上的乡巴佬邻居轮流去医院照顾赖叔。赖叔，这事儿你总记得吧？所以你他妈的摸着良心自己问一问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还是你对不起我们？东哥，我也没多少钱，但我家房和车加起来也有50万，今天全压这儿了，这辈子和你做一次兄弟值了。好兄弟，谢谢。东哥从来没坑过咱，就算输了我认。海哥做的太过分了。东子，我这有30万，全给你了。啊，老七，我前几天刚刚给你介绍城里装修的活啊，你这么快就忘了？介绍活？哼，我去给你算笔旧账。你当时办厂子缺资金买建筑材料，钢筋、水泥放在村口的空地上，你怕丢，是我、斌子、二狗，我们轮流看了半个多月。那会儿天冷，我们穿着破棉袄，吃着馒头，就着咸菜，到最后清点，你说少了2根钢筋，非说我们监守自盗，逼着我赔了5000块钱。
我那是为了让你们长记性。去你大爷的！我们那是看着从小长到大的情分，可你呢，挣了点钱，回来连句正经话都没有。今天是你先把脸皮撕破的，就别怪我们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是看得起你们吗？看得起你妈！滚！东子，我的钱不多，只有2万。啊，斌子，你瞎凑啥热闹啊？咱俩是远堂兄弟，你不帮我帮外人。帮外人？这里哪有什么外人？都是一个村一个宗族的兄弟，谁也不嫌弃谁穷，谁也不嫌谁贱。就你他妈觉得自己是人上人！我操！哎，你敢踹我？你别忘了，我爸当时帮过你家。你爸帮过我家？我妈走得早，当年我爸摔断腿的时候，是我自己背到医院去的，你爸就在旁边看着，也没说帮忙。你还有脸说这个？啊？东子，我这里有40万，全押上。我今天让他知道，勤奋不是用来糟践的。谢谢大伙儿。我杨东要是赢了，以后大伙儿有任何需要，我杨东绝不含糊。儿子，要不咱就认了吧，这局面咱们控制不了了。认？老子凭什么认啊？杨东，你不要以为有这几个穷亲戚帮你，你就赢定了。这把牌，老子赌到底。东哥，我这点2万块钱，你别嫌少。不会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婶子店里的那个小店面，中介说了，现在价值20万，手续都给你带来了，拿给你，给他看。今天必须要让他知道，咱穷人也不是好惹的。好，我一定记一辈子。哎，你们都他妈想好了，这些钱你们给他了，要是你们输了，老子1分钱不退你们。到时候你们哭爹喊娘，别找我。哼，用不着你提醒，我们新东子的为人不会坑我们村里人，不像你，哼，挣点逼子儿就忘了本儿。行啊，你们摆明了要和我作对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们几个穷鬼加起来能凑多少钱，别到时候连我零头都到不了，丢死人！闭嘴！我们凑多少钱，轮不到你插手。秀兰，多少钱？东子，现在有240万，还差30万。说你们是穷鬼，你们还不服？240万，还差30万才凑齐呢。你说说你们，一群人斗不过老子一个，废物！闭嘴！你左一个废物，右一个废物，在你的心里，废物的定义就只有钱是吧？你刚当老板那会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心底里为你高兴。你看看你现在，杨东，这里轮不到你来教育老子，你已经没钱把这个缺口填起来了。各位，这局老子才是赢家，你们这群帮闲的，他们输定了。谁说你赢定了？怎么着？你还有钱呢？难不成你家还有金山银山？没有，没有，你说个屁呀！别他妈碍老子脸，滚边去！但是我也可以网贷30万，我借了。你这，你他妈疯了！网贷这东西你能借吗？是你碰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完蛋了。东哥帮了我多少次，我也记不清。但是今天我就算借网贷，我要帮他把这个局撑下去。30万，现在就借。二狗，网贷利息高，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是啊，想想别的办法吧，千万别走这一步，那可是网贷呀。看，30万到了，现在钱够了吧？二狗，这疯了，你疯了吗你？啊！你就为了他，你值得倾家荡产吗？值得，什么时候都值得。东哥需要我就帮，你不明白，东哥是真把我当兄弟。去年村拆迁，开发商嫌我家宅基地偏，压着补偿款不给。东哥拿着政府文件陪我跑了3趟镇政府，硬是帮我要回了该得的钱。还有上一年，我被电子诈骗了10万，彩礼都没了，是东哥偷偷塞给我5万，让我别耽误结婚。你问我为什么帮他？你先问问自己，你这些年有没有把我当兄弟？
二狗，别跟他废话，他就是一个到死都不会认错的赌徒。哎，不行，你们不能呀！这是我们的牌局，还轮不到外人来插手。撒开！你说不准压就不准压，赌桌上有赌桌上的规矩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我说不准压，谁都不许压。你们这就是胡搅蛮缠。从一开始，钱四海逼着我们，到现在我们凑钱帮东哥，哪一步坏了愿赌服输的规矩？倒是你们啊，赌不过就心虚，丢人不丢人？我就胡搅蛮缠，怎么了？总比你们一群穷鬼欺负人的强吧？没错，我媳妇说的对，咱们一开始就没有说过可以群压，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耍赖。没错，你们想靠人多欺负人少，哼，门都没有。恶人先告状，刚才你们压地契、压工人工资的时候怎么不提规矩啊？现在我们大家伙把钱凑够了，你跟我们提规矩，还要不要脸啊？你要脸？你要脸会求着这帮穷鬼去借钱给你？一群连网贷都敢碰的蠢货。没错，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，你就自己凑出来270万。你要那样的话，老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好，各位乡亲们，今天这钱算我杨东借的，不算你们压得住。如果我要是赢了，我连本带利一并给你们；如果我杨东要是输了，我砸锅卖铁也把这钱给你们还上。怎么样？现在好了吧？东子，啥借不借的？我们本来就信你，这钱啊，就是借给你撑场子的。就是，我忍他们两口子已经很久了，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不可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村里人也不是好欺负的。现在还有问题吗？钱够了，270万，我买你的牌看。现在开牌吧。对，快开牌！别耍赖啊！别耍赖，开牌！快点，开牌！别耍赖！不行，你们不能开牌！你们这群天杀的都欺负人，混蛋！我们混蛋还是你们混蛋？小小一个炸金花，从开始你男人逼着东哥赌，到现在输不起了，玩赖是吧？我不听，都是你们的错！你们联合起来骗我们家钱，这把我们不玩了，不作数！不作数？哼，你说的倒轻巧。是谁拍着桌子说上周落听雷打不动？现在见要输了，想拍屁股走人了。如果我们要是输了，你们会放过我们吗？别废话，开牌！如果我们要是输了，你们会放过我们吗？别废话，开牌！快开牌！别磨叽，我们要看牌。对，快开牌，别耍赖！把牌亮出来，别藏着掖着。大家都是娱乐嘛，啊，玩玩算了，这就不算。哎，对，孩子收东西，咱们拿走。哎，想跑没门儿！赖叔，你这坏了规矩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拦着我们不成？赖叔，您是我邻居，往上倒3代呢，咱们还是亲戚。今天这么多乡亲在场，我不想把场面闹得太难看。那咋？那我们要走，还把我们扣在这儿了。我看看今天谁敢走！咦，杨东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你想干嘛？今天这牌不开，这钱谁也别拿走，要不然开牌认输，要不然咱们就耗着。这钱谁也别拿走，要不然开牌认输，要不然咱们就耗着。别，杨东，咱有话好好说嘛。你说咱都是一个村的，这闹这么僵，动这么硬，咱以后怎么办啊？现在当我是邻居了，你之前干嘛去了？妈，四海，是你们先把路走去。刚才你让东子去当门卫，说他是看门狗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对谁没好处？就是。刚刚你羞辱我们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大家是一个村的？亲兄弟明算账，更何况是邻居。这话可是你刚才亲口说的。就是，刚才你说愿赌服输的时候多硬气，现在怎么像个缩头乌龟？东子，这样吧，我先表个态啊，我愿意给凤仪道个歉，然后这2万块钱我还你了，咱们这事儿就算了，行吗？是啊，东子，你看四海都给你认错道歉了，你就接着呗，要不咱这以后还是吧。闭嘴！
认错道歉了，你就接着呗。要不咱这以后还是闭嘴！什么叫他给我低头了，我就得接着？说的好像他施舍我一样，我用他施舍吗？东子，你别忘了啊，四海之前还准备招你到工厂工作呢。还有脸说？他让我去工厂看大门，还骂我是看门狗，我去他妈的！那，哎呦，那你想怎么样嘛？滚回来，开牌。那我要是不呢？你要是不开，那我帮你开。你又闹什么幺蛾子？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难道我没给过你机会吗？我当时明明白白的说过，只要你给我妈道歉，把2万块钱还了，这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？你敢回答我吗？我当时我只是说，你当时说我们不配让你道歉，这2万块钱是要打发要饭的，是你把我逼上绝路的。今天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东子，有话好好说，听我解释。四海他就是一时糊涂，年轻气盛，不懂事。对，有什么话开完这把牌再说。开牌。有什么话开完这把牌再说。开牌。不行，我不能开。那我只能强行开牌了。等等，给我点时间，5分钟啊！我们父子俩商量一下。抢的呗！你们俩过去是不是要？二狗，算了，我今天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，我就给你们5分钟。哎呦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底牌是什么？就是 Q 豹子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K 豹子。万一他是，那咱们刚压的那些厂子、房子、车子，钱全没了。怕什么呀？他打 K 豹子几率那是1/1000呀！打了这么多年，这点几率都不懂。我就是因为打了很多年牌，我才知道，越是关键局，这越邪乎啊！我越不想他拿啥牌，他就越拿啥牌。哎爸，我跟你说，有一次我在城里赌的时候，那明明就剩1张牌了，他硬是凑成了一个豹子，老子那天输了10几万。你蠢啊！玩这么多年，难道没有一点点后手吗？爸，那么多乡亲父老看着呢，万一被发现了，那咱……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乎这个？如果被发现了，那咱大不了耍无赖。但是如果我们这把输了个一无所有，就什么都没了。没事。行，那就按你说的来，淡定点，从容点。东哥，你看他们父子俩不知道在嘀咕什么呢，指不定是什么坏主意呢。放心，他耍什么花招我都接得住。从他逼我赌第一把开始，我就没打算给他留后路。别太激动，注意身体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陪着你。我知道。这牌呢，我可以开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哎，你他妈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啊，刚才磨磨唧唧的想跑，现在又来给我提条件，你到底开不开？我倒要看看你这垂死挣扎的样子还能耍出什么花样，说说看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垂死挣扎的样子还能耍出什么花样来，说说看。我开牌没问题，但是呢，得你先开，把你的底牌让我看了之后，我再亮我的。你脑子没问题吧？啊，是东哥拿270万要开你的牌，现在你的好，你先让我们东哥开。我不管规矩，反正他今天要是不开，老子打死都不开。嘿，我见过无赖的，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赖的。你自己心虚，反而过来倒打一耙，说我们耍诈。对呀，老子就是靠无赖发家的。这年头，谁他妈要是脸皮薄，西北风都喝不上。你今天要是不开，我就认为你是不敢开。哎，你个王八蛋，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！我今天要替赖叔好好教训你。二狗，急什么？他想玩，我们就陪他玩到底。东哥，你看他明显就是想耍花样，看你开不开，然后再决定耍不耍花样。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先开牌。东哥，你就答应他了，很明显就是钱财使诈呀。对，就是，万一他看东子牌大又想跑怎么办？东子，
你再想想看，别中了他的圈套啊！妈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啊。慢着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你的牌你不能自己开，得我来帮你开。哎，凭什么？牌是东哥的，凭什么让你开？你他妈就想换牌耍诈？万一他摸牌的时候偷偷把底牌换了怎么办？对呀，我这是为了公平起见。公平？你刚才怎么不说公平呢？啊，现在又谈起公平了，我看你心里就是有鬼。四海，你这个要求确实有点不太合理，不过我也答应你。东哥，你疯了？他这明摆着就要耍花样啊！放心，他耍不了诈。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了，现在你来开牌吧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看你这笑容，你是有必胜的把握吧？啊！不管你耍什么花样，这对 Q 总改不了吧？俗话说，对 K 不赌是棒槌嘛，对吧？行啊，希望一会儿开牌之后，你还能笑得出来。嗨，嘿嘿嘿嘿。啊！怎么可能？东哥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老子他妈赢了！你他妈就是张红心3啊！这张小瘪3就跟你的人生一样，一辈子都翻不了身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，这些钱都是我们的了。东哥，你们这群大傻逼，竟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小瘪3身上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些东西我可就不客气了，我全收了。就是，你们这群蠢货，非要把钱借给这小子，现在输了，哼，哭都没地方哭去。谁说你们赢了？谁说你们赢了？你就一张小勾3，你还敢嘴硬？我们四海可是 Q 豹子，你拿什么跟我们比啊？牌局还没结束呢，你的牌还没开呢，急什么？哎，等等！怎么了？你能开我的牌，为什么我不能开你的？难道你要说你盖着牌就赢了吗？那可是天大的笑话了。我的牌只能我来开，凭什么不能开？赌局规矩，双方亮牌定胜负。你开了我们东子的牌，凭什么藏着你自己？难不成他是心虚了？难道你的底牌不是豹子 Q？ 我当然是 Q 豹子，我只是不想让他碰我的牌，谁知道他会不会趁机换牌呢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刚才你开东子的时候就不说耍诈了，现在开你的倒是讲起规矩了。海哥，你还真是不要脸。无所谓呀。好，那这样，我把袖子撸起来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也不行，老子的牌只能自己开。杨东，准备聆听自己的安魂曲吧。什么烂牌？看清楚了吗？豹子 Q， 你们都输定了。杨东，还有什么话说呀？啊，你给老子皮鞋都不配。哎呀，钱四海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你眼睛瞎了？你他妈才有病呢！二狗，我告诉你，你他妈一会儿就算跪地求老子，老子也不退你1分钱。我求你，别搞笑了。等会儿你不求我就好了。你他妈有失心疯吧？媳妇儿还愣着干什么？收钱啊！哎，老公，你先看看，你想干嘛呀？他妈什么看啊？你想干嘛呀？我看他妈什么看啊？老子就是豹子 Q 还能有假？妈了个臭娘们儿，关键是个掉链子。
四海，恭喜你啊！从今天起，你就要变成穷光蛋啦！你他妈有病吧？啊，是不是找茬啊？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村子里活不下去啊？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？你不妨先看看自己的底牌，或者看看你爸的状态。老子的底牌是 Q， 老子怎么可能输啊？不是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不可能？你不是 Q 帽子吗？啊，怎么又一张红心六啊？难不成他自己长腿变了？真是笑死个人！自己拿了一张六，假装自己是个 Q， 还说东子拿了一个小瘪三，原来自己是个傻不拉几的六。就是，当初还说让东子开牌，结果又要自己开东子的牌，到最后装逼失败，玩砸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刚刚明明是 Q， 不是六啊！老子的牌是 Q， 不是六啊！对，我老公的底牌是 Q， 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不是他的牌。对 ，Q， 我刚刚看到的也是 Q， 豹子 Q， 一定是你们把牌给换了。玩不起就别玩啊！输了就冲我们换牌，你们这一家子都是臭不要脸！放屁！老子的底牌明明就是 Q， 杨东，肯定是你耍诈，偷偷换了老子的牌！你个阴沟里的老鼠，下三滥的手段！我怎么换你的牌？牌在你面前，我要换牌你看不见吗？再说了，我从头到尾根本没碰你的牌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绝对是你杨东！你趁机换老子牌，我不认输！他妈的是你换的牌！赌桌有赌桌的规矩，你说不认就不认。你他娘的还敢打老子，你个残废！老子今天跟你拼了！放开我！杨东，绝对是你，还有你们都是帮凶！小兰，清正，先把跟乡亲们借的钱还给他们，剩下的钱按规矩处理。好嘞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动，这些钱是我的，是杨东耍账，赢的不算数。耍诈的是你们，现在又不认账，门都没有。就是，乡亲们的钱一分都不能少。你们要是再敢拦着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不行，我不管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觉得你这个样子好看吗？输了就是输了，挨打要立正，别让我们看不起你们。我不管，今天你们别想拿一分钱，你们谁要拿我的钱，我就跟谁拼命。你平时嚣张跋扈就算了啊，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还这副嘴脸，谁他妈惯你啊？去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，抢劫了！你们这群混蛋，抢了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！救命啊！你快起来吧，还嫌不够丢人啊！你这个老东西，别怪我了。要不是你让赛开牌，他怎么会开牌啊？你现在还嫌我丢人了？混账！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他们赌，你倒好，就比他还上头。现在输了吧？啊，你们就是活该！哎呀，我的命好苦啊！怎么摊上你们这一帮子好赌的人，你们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吗？可怜你？之前我们东哥拿不出钱跟的时候，你们谁可怜他了？把人逼到死路上的是你们，现在翻脸不认账的还是你们，你们还能不能要点逼脸了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今天除非你们弄死我，要不然这些钱你们一分都别想拿到。你他妈少唧唧歪歪的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，你也一样。四海，咱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你为了装面子，把赌局抬到了压房子的地步，我忍了。但是你为了赢，你他妈竟然出钱！什么？东哥，这王八蛋他他妈还出钱？没错，我的底牌是张 K， 被他摸过之后就变成了红心3，不是他出钱是什么？我的底牌是张 K， 被他摸过之后就变成了红心3，不是他出钱是什么？你他妈的，你把我们几个当人吗？为了赢，你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！杨东，你少血口喷人啊！输就输了，但你少给老子扣抽签的帽子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你就是诬陷！诬陷？哼，你真以为我全程盯着你看是白看的？你早就从排队里抽了一张红心3，藏在袖子里。从那会儿你就想换我的牌，对吧？你别急，还有，
你在摸我底牌的时候，故意墨迹了半天，就是为了把我的 K 弹到你的袖子里，再把3换出来。你以为你手快没人看见，实际上在你藏3的时候，我就看着你。你这是凭空捏造，都是你自己幻想的，你没有证据，大家没人信你。证据？我去！哎呦！你他妈的！你到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老子今天非要把你这只出钱的手打断不可！二狗，刚才清账的时候怎么没把你这张牌抖出来？现在被东哥抓了现行，我看你还怎么装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练了这么久的出现术，没有人能发现得了，凭什么你可以？我练了这么久的出现术，没有人能发现得了，凭什么你可以？因为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真以为我从一开始不看牌是在跟你闷牌赌运气吗？难道你一开始就知道你是3张 K？对我来说，我想要有什么牌就能有什么牌。哇！哎呦，东哥，你这手牌哪儿学的？以前怎么没见过你这么厉害？你信不信？我想要有什么牌就能有什么牌。我他妈不信！放开他！你想要什么牌？我要4张 A。你不是说老子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？有种给我放4个 A。好，你等着。啊，自己看吧。是。愣什么愣啊？继续翻呢。剩下2张是梅花和红桃。怎么会？这怎么可能？牌对我来说简直太熟悉了，你那些小把戏，在真正的出千高手面前来说，简直是笑话。看好了，你信不信？这一张也是 A。不可能，这一副牌只有4张 A。自己先去看。怎么会？这怎么会？我说了，牌对我来说，想要什么牌就能有什么牌，不管这一副牌里有几张。啊！全是 A， 东哥，你这是什么神仙手段啊？你他妈的，老子的牌是不是也是你换的？你干什么你？没错，是我换的。不可能，我的手当时还在底牌上，你根本就没有碰到老子的牌，怎么可能换走啊？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做不到。四海，你眼界太窄，就这样还说自己见过大世，真是可笑。果然是你，你出千，这把不算。果然是你，你出千，这把不算。你先搞清楚，是你先藏牌换我的 K， 我才换你的 Q。我从始至终都是以牙还牙。明明是你害我，你钱术这么厉害，你干嘛跟我赌啊？你以为我给你打牌是为了赢这些吗？我是为了让你看清，人心中的欲望就像炸金花一样，是没有上限的，永远欲壑难填。放屁！就是你害的，就是你。东子，这次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啊？什么机会？这次这事儿是我们错了，这孩子也知道他不对。我求求你，这次这牌能不能就这么不算了？你不是很拽吗？你们家求人就是这个态度啊？我妈当时可都要给你们跪下了。那输也给你跪下行不行？不行，东子，我今天输了我认，但是咱也别太过分了嘛。过分？我过分？今天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？说我过分？你真是无药可救。哎呦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那这样，我把之前欠你的钱还给你啊？不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这样还不够。东子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平时在外面不可能跟别人这么低三下四的，我这个态度已经很诚恳了。你这叫诚恳，还是说这个叫诚恳？从一开始我只是想让你们还钱，这个就这么难吗？那东子，那是不是只要我跟你道了歉，还了钱，
你就能饶我这一回，这事就算了。等着啊，安琪，过来！干什么呀？道歉呐！我凭什么道歉啊？有本事就让他来硬的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大家谁也别好过。他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他妈的臭娘们儿！妈的！你竟然敢打我！你他妈算什么男人啊？自己输了丢了面子，你让一个女人给你道歉？我他妈打你怎么了？少说废话，给我道歉！赶紧道歉！你他妈真是死性不改啊！敢说不敢认，算过呀！亏我们之前还跟你称兄道弟的，我呸！不是，东子，我们这是一家人嘛。我想的是他道歉，不就算是我道歉了吗？你真是死不悔改，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和破面子，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。东哥，跟他们那么多废话干啥？咱们拿了他们这些，看他们还有什么嚣张的资本。二狗，把钱放下。东哥，干什么？我说把钱放下，还给他，我1分都不要。哎，东哥，你疯了！这可是你押上全部身家才赢来的，你说不要就不要，这么便宜他们一家子王八蛋了。对呀，东子，看兄弟感情也不是这么看的。这王八蛋先不把我们当兄弟，我们凭什么把他当兄弟？不用说了，我意已决。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要他们1分钱。东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说话从来都是一个唾沫一个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里面有几百万，你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？这里面有几百万，你为什么不要？因为这些钱不是我一笔一笔挣的，我嫌脏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杨东，你想清楚了，这里面几百万。你知道我这根手指是怎么没的吗？不是说在工厂被机器压断的吗？错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机器压断的，是我赌博被人砍断。什么？东哥，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啊？我们一直以为你是工伤。从前我觉得自己赌术高明，难逢敌手，直到被人砍断手指才发现，真正的赌徒根本没有赢家，赢的是欲望，输的是人生啊。半年前我刚从工厂辞职，偶然接触到了赌博，跟一个师傅学了2手签术。不错不错，哎呀，师傅，您的这招修理乾坤，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你马牌到底藏哪儿了？哪里皆可藏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里。时赌时诈，不赌为赢。算数，算死你！开吧，开一下，是的，再没有想清楚师傅所说的算术，我就觉得以自己的签术就有了上桌的资格，一心想靠这个发大财。哎呦，又输了，不行，运气不好啊！哎呀，怎么把把都输呀？再来，哟，来新人了，一个小伙子，来，继续，跟，耶！刚开始我还很谨慎，每次只押一点小钱，可连着赢了几次之后，我就飘了，觉得赌博赚钱太容易了。之前在工厂打工的辛苦，跟这比起来，根本不值一提。
耶！黑狼很快就注意到我，邀请我去包间跟他玩2把大的。兄弟，手气不错呀，要不要跟我去包间玩2把大的？不用了，我就在这儿玩2把挺好。兄弟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在包间玩1把，顶在这里玩10把，你当真不见？在这里还没有人敢不给我黑狼的面子，这就对了嘛。请吧。我当时就察觉到不对劲，可我被架在那儿，根本由不得我选择。东哥，然后呢？包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的那根手指是在包厢里被砍的吗？我没想到，我这一去就是一条不归路。也是因为这一去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我爸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我害死的。东哥，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杨叔不是出车祸了吗？我爸不是意外死的，他是死在替我还赌债的路上。妈，我刚开始和黑狼玩的那几把，运气出奇的好，每一把都赢了。他手里的牌要么是散牌，要么是小顺子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赢了几把就飘了，觉得黑狼也不过如此，不过是仗着人多势众罢了，渐渐就放松了警惕。直到最后一把的时候。最后一把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最后一把，跟你和我之间的牌极为相似，开始都是小赌注，一步步走向无法回头的深渊。嘿嘿嘿，杨兄弟，你这手气真是绝了呀！连开3把，都是你赢啊！运气好，运气好，这真是算不得数的。好一个运气！这次我先押1万，杨兄弟，敢不敢跟呢？1万，狼哥，咱这个玩的有点大了吧？杨兄弟，这话可不对，玩牌就得这样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刺激，搏一搏单车变摩托。很多人来这里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？难道兄弟你不想多赚点儿，早点过上好日子吗？可是这1万块钱起底，玩起来怎么也得10几万。算了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干嘛？不是狼哥。我说杨兄弟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你想想，你那5金首饰送给女友了，还有你那城中买的房子首付还没有结清吧？以及那昂贵的彩礼啊！你现在正是运气好的时候，正是绝地翻盘的时刻。你现在走，岂不可惜啊？可是，这炸金花玩起来上不封顶。大哥，你要是拿钱压我，我怎么赢啊？那这样吧，杨兄弟，我们20万封顶，到了20万，我们大家都开盘。我们20万封顶，到了20万，我们大家都开盘。20万封顶，怎么样，杨兄弟，跟不跟？给个痛快话。
现在3张 A 和2张 K 都出来了，如果我有3张 Q 的话，现在我有3张 Q， 是场上最大的牌了，没理由不跟。好，我跟。杨兄弟果然痛快，5万不开。狼哥，5万，你可得再好好想想，我这个可是一对皮蛋。我2张 K， 凭什么不敢打？狼哥，这牌底已经有了2张 K 了，所以你不可能是 K 爆了。但是皮蛋只下来1张，哼，你就不怕我是皮蛋爆了？哎呀，兄弟，玩赵金花就得这样啊！1搏勇气，2凭胆怯，我就赌你不是3张皮蛋。10万开！现在我已经必胜无疑了。现在锅底有22万，如果我再压20万不开的话，黑狼必定要20万开我，这样一来就是62万，足够我把婚礼的彩礼和五金凑够了。好，狼哥大气。都到这份上了，小弟要是不跟的话，也说不过去了。我跟20万，不开。20万，不开。看来杨兄弟已经有必胜的把握了。好，那我就陪兄弟疯一回。20万，封顶，开牌吧。好，狼哥，那我可就开牌了。哎，慢着。怎么了，狼哥？咱们都玩到这份上了，你该不会想反悔吧？哎，杨兄弟说笑了。我黑狼在道上混了这么久，还不至于输不起。只是我们现在玩的都是真金白银，可不是装这些筹码。你现在桌上压了26万了，杨兄弟，你手上有那么多钱吗？小弟敢跟你玩，那自然是有的。这些是这几天在咱们场子里赢的，大概算算也有6万块钱吧，虽然不多，也是我一点的诚意。6万，杨兄弟，你这跟26万可差了整整20万啊！杨兄弟，你这跟26万可差了整整20万啊！狼哥，我这出来玩没带那么多现金啊，你总不能让我现在回家拿吧？大家都还等着呢。要不这样，这把我要是输了，我人留下，你打电话叫我家里人拿钱，我杨东这点人品还是有的。怎么样？好，我就信你一回。哼，好。输？我怎么可能输？我手里可是3张 Q， 你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赢我。这62万马上就是我的了。有了这笔钱，彩礼、礼金、房子首付，一切都解决了。狼哥，那我就开了。哎，慢着！又怎么了，狼哥？你怎么反反复复的呀？这不是牌桌上的规矩吧？杨兄弟，你别生气嘛。我只是觉得杨兄弟你太痛快了，我做这个东道主的也不能太小气了。这次我先开牌。先开牌？黑狼要搞什么鬼？不好意思，杨兄弟，这张皮蛋在我手里。这，你不会告诉我你那最后一张也是皮蛋吧？你，杨兄弟，开牌吧。这绝对不可能，小子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小子，一副牌怎么会有5张皮蛋呢？你不该给我解释解释吗？不，我没有，是你！
小子，敢在我的场子里出钱，你他妈活腻了是吧？我输了，这才对嘛！错了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。给你家人打电话，让他们拿钱来赎你吧。爸，狼哥，这是20万，1分不少，你可以放了我儿子吧。我凑这些钱，我把家里的牛和粮食全都卖了，还找遍了所有的亲戚和朋友，求您高抬贵手。钱够了，你确实可以带他走。谢谢狼哥，谢谢狼哥，你真是大仁大义呀！不过这小子在我的场子里抽老钱，坏了我的规矩。按照江湖上的说法，得留个纪念，多发来1根手指。我没有，黑狼，你他妈要诬陷我！哎呀，狼哥，哎呀，求你饶了他吧，他还年轻，手指头不能没有啊！我替他受罚，要砍就砍我的吧！我操你妈呀！老东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敢管我的闲事，我连你一起收拾！不要！你们敢动我儿子1根毫毛，我就跟你拼了！我他妈弄死你妈呀！老不死的敢跟我玩横的啊！你以为我吓大的呀？动手！东子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们这些野人渣，害我儿子，我让你们死！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。我来的路上就已经报警了。好，你不给我活路，你也别想活。爸！是老弟来了，跟我走。黑狼，你他妈的！因为这场赌局，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从那时候我就知道，哪有什么必胜的牌局，因为黑狼也出钱了，因为黑狼也出钱了。啊？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从黑狼要求我进包厢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有了必胜我的把握。他手里握着2张 K， 只要底牌是 Q， 再故意率先开牌，练我的执念和自信，我就会一步步跟下去。而我当时被必胜的信念冲昏了头脑，满脑子都是赢钱之后的美好生活。哪里想得到这背后的阴谋呢？我后来在牌堆里找到了那张 Q， 从那一刻我才明白，这场赌局从一开始根本就是个骗局。我以为我出千换出来3张 Q， 胜券在握，却没想到黑狼的签术比我高明得多。他早就看到了我的想法，甚至算准了我会出钱，一步步引导我走进他设下的陷阱。我以为我自己掌控了全局，实则一直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所以我输了，我输得一败涂地，输了手指，输了父亲，输了所有。海哥，你不觉得
你很像过去的我吗？当时的我，因为牌面的必胜，所以义无反顾的加码，哪怕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。而你，觉得自己财力雄厚，认定我跟不起你的赌注，所以一次次的加码，一次次的逼迫我。我们都被金钱的执念蒙蔽了双眼，也都因此付出代价。所以，海哥，你输了。东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仗着自己目中无人，设局逼你赌博，更不应该耍诈出钱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的道理。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错了。早知道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当初你要是能念及一点邻里情分，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是啊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做人的底线和良知是最重要的。你现在输掉的只是场子和房子，你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，恐怕连自己都要输掉了。海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真正的输不是输钱，而是输了本心。任何赌局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碰，人一旦上赌桌，就已经输了。我和黑狼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。你知道我爸临死之时跟我说了什么吗？黑狼，你他妈的！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东子，爸，不行了。爸，你别胡说！救生马上就到了，你再坚持一会儿。你不是还要看着我结婚？你不是还要抱孙子？你还要享清福吧？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的，爸！爸，不行了。爸，你别胡说！你还这么年轻，你怎么会？东子，迷途知返，有违回忆。以后千万不要再碰赌博了。爸，我错了。爸临死之前跟我说，让我永远别再赌了。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再给你赌一把吗？难道不是因为被我逼的吗？四海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是兄弟。虽然你现在看不起我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你过得好，我都祝福你。你那些事儿，我要说不生气那是假的，但这些都不是我和你赌的真正原因。那是什么？这还要从赖叔的一句话说起。这还要从赖叔的一句话说起。我什么时候说的话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您当时说，哎呀，赌博了几万几万的玩，当时，七哥，就拿你来说吧，去年你在工地上上班，辛辛苦苦一整年啊，可结果呢，刚拿到工钱就跟工友们赌了一宿，最后1分钱都没剩下来，连回来路费都是我给你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东子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还提他做什么？怪丢人的。不是我想提，是咱不能忘啊。斌子，前2年你跟隔壁村的王老三赌博上头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把家里最后的3亩地全输进去了。你媳妇儿来找我的时候，那个场面你还记得吗？东哥，二狗，还有你。东哥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就是陪大家娱乐娱乐，然后就打1块2块的小牌，就算输了也没输多少。娱乐是吧？啊，你看，这是我这些年给你记的账。
你确实打的是1块2块，但是你成宿的玩，每次一输就是上百块。这几年下来，输了有3万多块。你说这3万多块钱够不够给家里买一辆代步车了？或者给你爸妈买个养老保险，也比扔在台墩上强吧？所以说，赌博这东西真是害人不浅的。每个人开始都只是玩玩而已，但就是这种玩玩的心态，让人一步步走向深渊。这东西就像黑洞，一旦跳进去，就再也难爬出来。东哥，从黑狼砍断我手指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在想，我除了自己不赌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做些什么才能让身边的朋友也远离赌博这个魔鬼呢？后来，我加入了反赌联盟，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每一个人，赌博绝对不可取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太糊涂了，不该门缝里看人，错怪了你。但是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赌博的危害，而是设这个赌局逼我呢？如果我当时直截了当的告诉你，让你不要赌博，你会听吗？你只会觉得我在嫉妒你，嫉妒你混得比我好，嘲笑我是个断了手的废物。四海啊，东哥说的对，如果不把你逼到绝路上，那你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瞧不起我们其他人。人心中的欲望永远没有上限，就像这炸金花一样，永远欲壑难填。只有真正的痛了，才能反省。我也想借这一场赌局告诉大家，赌博危害性真的很大，连四海这样的见过大世面的人都这样上头，更何况大家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东子，真的谢谢你。我爸说迷途知返犹未晚矣，当时他把这句话送给我，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。东子，这2年海哥挣了点钱飘了，我也跟着飘了。作为一个局外人，我都那么上头，何况四海他。赖叔，现在清醒也还不晚，最起码你们是和我赌，要是跟黑狼这样的人赌，那倾家荡产都是情的。东子，谢谢你啊，以后我一定会约束自己和四海，不会再赌了。嫂子，哪怕你不约束海哥，海哥自己也不会再碰了吧？东子，我错怪你了，妈以为……妈，没关系。我要是告诉你了，那反赌的效果肯定没有这么好啊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你看现在多好，反赌的效果非常好，大家都认识到了赌博的危害性，都会引以为戒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十赌9骗，不赌为赢。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加入反赌联盟，好不好？咱们一起让大家，让更多的人知道赌博的危害性。好，好，这里是钱四海，杨东。好，好，来 ，1 2 1 2 3 go！ 打麻将，玩牌九，还债路上一直走。斗地主，炸金花，先输老婆再输家。赌牌1分钟，10年打工一场空。赌牌一整天，一生积蓄换余烟。你也赌，我也赌，大家相约来吃土。你也搏，我也搏，卖完单车卖摩托。好，好，牌桌当成摇钱树，天桥底下等你住。牌桌当成聚宝盆，天桥底下要饭多一人。钱财散尽，朋友赌光，众叛亲离，远走他乡。脑子赌坏，身体赌垮，精神病院等你来打卡。牌一洗，庄一掉，楼顶天台等你跳。注一压，盘一亮，黑白照片当头像。哇！兄弟，都过去了，小事儿。谢谢大家！耶！呜！